嗨，我是喜欢带你们探寻美食的肉仔肉。今天跟随我一起，我们去到法国西海岸布列塔尼地区，去探秘一家半年速通米其林1星的神秘餐厅。餐厅位于洛里昂 （Lorient），别看它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它却是法国西部最重要的军事港和商业港。二战时，洛里昂是德战区重要的潜艇基地，所以法国著名的潜艇博物馆也位于此地。由于其附近海域渔业资源极其丰富，加之它位于多条航道的交汇点，洛里昂也是法国最大的渔港之一，以一己之力承担了法国超70%的渔业出口。其渔港 Gay 后曼直到现在还保有极具特色的承拍，就是以交价拍卖的形式交易当日到港的渔获。当地特产有海鳌虾、蓝龙虾、多宝鱼等等，如此丰富的海鲜资源，自然就给了无数才华横溢的主厨无限的发挥空间。所以，小小的洛里昂有着布列塔尼地区最多的酒吧和林立的以海鲜为主的餐馆。而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餐馆，则是该地区中唯一一家获得米其林1星的餐厅。极简的小酒馆式装修，还没过马路就闻到了从餐厅里飘出来的浓烈烟熏味。我们当时还怀疑是否是后厨出意外了，不过也是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到馋了。餐厅有主厨厨艺，曾拜师于多家3星名厨门下历练数10年的主厨尼古拉，和比他小4岁主修餐桌艺术。没错，在法国这是一门可以拿到国家级文凭的正经学科，并供职过世界各地知名酒店的弟弟马丘两兄弟共同掌管。2020年夏季，兄弟俩决定同时回到家乡洛里昂，准备一展身手。但是彼时被卷入历史浪潮中的他们，并不知道兄弟俩驾驶的这艘小船会在何等的风浪颠簸中艰难前行。2020年底，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餐厅被迫停业，一晃就是1年，直至2022年初，随着法国的逐步解禁，餐厅才逐渐回到正轨。何曾想到同年3月，满打满算也才正常经营了半年出头的小餐厅，就这么被授予了米其林1星。餐厅主打的关键词是简约和创新，这也是主厨尼古拉成名后在无数采访中反复提到的。他想将跟随名厨亚尼克·阿雷诺时学习到的各种创新尝试融入到自己的家乡菜中，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两兄弟决定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开餐馆的原因。饱满的故事、创新的基因，再加上他两兄弟无懈可击的简历，在米其林摘星这场面试中，他俩无疑就像是开了速通外挂，如此短时间摘星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年的初夏菜单有2个套餐，分别是86欧7道菜的矿物套餐和116欧10道菜的餐厅同名本源套餐。相比之下，多出来的3道菜生蚝、牛肉和奶酪我们都不是很感兴趣，加之也深知自己的饭量也不再年轻，于是就不约而同的选了7道菜的套餐。首先上来的是开胃小菜，白色的是蟹肉小塔配花草奶油。所谓花草，主厨搭配的是2种我完全不认识的草本植物，接骨木和蚊子草。来，先来块石头。说实话，除了有一点不说都察觉不了的草本花香之外，味道并不突出，蟹肉的鲜味也被奶油盖过，没有什么记忆点。褐色的是荞麦脆片配野芹菜酱和干熏鱼点缀的碎屑，荞麦灵感取自布列塔尼最出名的小吃荞麦摊饼 galette， 脆片中间还夹着海苔，配上熏鱼，可以说是咸味烟熏味十足。至于这个野芹菜酱嘛，有与没有其实都不重要。开胃菜的第2道是小青豆配烟熏青鱼子，再次用到了野芹菜慕斯和啫喱来做搭配，它其实和我们的中药当归、独活是非常近的亲戚。比之普通芹菜，它草本味更重，但也更苦，放在这里并非是一个常见熟悉的味道，有些过于抢戏了，导致豌豆的清香和鱼子的咸香都被盖过，个人并不是非常喜欢。前菜开始之前，终于送来了我最期待的面包。先前进门时，正好看到后厨在烤制，现在就正好是时候了。首先，麦香和发酵香味非常足，其次，这个酥脆度是一碰就掉渣的程度。
哇，这个面包也太脆了。掰开后，内里的热气混合着酸种全麦香，马上就冲了出来。再抹上用海葡萄当做海盐混合其中的黄油，这个面包和黄油的组合可以说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前5了。趁面包还温热的时候，我们的正片终于开始了。第一道前菜是重头戏，它分为3个部分。首先是蒸贝柱配含金莲调味油，入口即化，熟度简直完美，舌头都不需要多用力就可以将贝肉分离，调味极简。含金莲有类似芥末的辣，没有其他杂味，简单海盐佐味，突出的是扇贝的咸香，入口后又在唇齿间回味甘甜，非常有水准的一道。然后是贝汁茶碗蒸配贝肉脆哨，也就是脆哨蒸蛋，滑嫩感和鲜味都是满分。个人认为唯一的问题就是盐放少了，口味过于寡淡到多吃2口，甚至会觉得盐味没有压出蛋腥味，差些意思。最后是炭烤包菜配扇贝黄酱汁，炭火气十足的包菜，软嫩回甜，酱汁浓缩扇贝生殖腺的精髓，比之蟹黄没有那么油气十足，却多了几分咸鲜海味，和本身就味薄的包菜简直绝配。这3部分是将扇贝拆了个干净，3种变化将扇贝解到了极致，巧思加上水准之上的出品，我非常喜欢这道菜。前菜第2道紧随其后，这次是芦笋3重奏，配的是熊葱撒巴用酱汁。不知道熊葱是什么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我春季线的野菜的那一期视频。首先是天妇罗做法的，自然是没办法和日本大师比，不过也中规中矩，加上酱汁滋味很足，好吃。然后酸黄瓜做法腌制的芦笋薄片，脆嫩香甜，格外清爽，将芦笋的味道发挥得非常好，很喜欢。炭烤的将芦笋的鲜甜浓缩加倍，并赋予炭火气，是3种做法中最朴实，也是我最喜欢的。这2道前菜都秉承了同一个脉络，用多元的做法去诠释同一种食材，且出品的水准很高，调味也不错，非常有意思。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经过前菜的高光表现，我们当时不仅对主菜有了更多期待。主菜本来是多利鱼，类似鲳鱼，不过肉质更细嫩，鱼味很足，但是无奈材料用光了。主厨在询问我们意见后换成了鳕鱼，不过实话实说，我会觉得差点意思。一是鳕鱼味道很平，不会有很高的预期；二是备餐还剩2-3桌，出现材料不足的情况，在如此专业的厨房中确实是很少见的，稍显遗憾吧。最终呈现的是鳕鱼肉配海胡椒撒巴用做婆罗门参3重奏，肉质和嫩度自是没话说，不过调味上有些乏善可陈。海胡椒就是一种海带，本身味道就不明显，婆罗门参也就是西洋牛蒡，属于味道较轻的根茎类，也就导致整道菜没有一个突出的味道，进而导致没有记忆点。甜点第1道是非常清爽的万寿菊雪帕冰配罗勒油，又是体现出主厨对冷门草本植物的使用，淡淡的菊科花草香味，整体非常解腻。甜点第2道是黑巧黄油饼为主体，搭配香草冰淇淋，主厨用了大量的可可粉，并用烟熏的方式让巧克力的泥土味和苦味更加浓烈，平衡了黄油和冰淇淋的腻。不过在套餐结尾猛地扔出这么一个味觉炸弹，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味蕾又开始躁动，有好也有坏吧。相比之下，个人更喜欢第1道清爽的甜点，要是能将这个顺序颠倒一下，我个人认为会是更好的收尾方式。随后的咖啡还给我们准备了当地极具特色的黄油焦糖饼干和脆片，焦糖味非常棒，只不过这个腻10个人的程度实在是叹为观止。这一餐最后的价格加上酒水，人均100欧左右，算是1星餐厅中中等价格。当然也是因为在小城市的缘故，溢价相对低一些。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套餐怎么样？这个价格合理吗？弹幕留言评论告诉我。就我个人而言，我会认为 Source 是一家好的餐厅，不过并不会让我记忆深刻，大概率我也不会再去第2次。主厨紧抓创新这个词，不过整体却给我一种过于公式化的感觉，各种偏门草本的运用虽然让人眼花缭乱，但是也都能看到浓重的他的名厨师傅亚尼克的影子。加之主厨兄弟俩谙熟星级餐厅的运作方式，这个1星就难免显得有些套路了。餐后在与主厨聊天的过程中，他也反复提到摘星是有公式套路的，在他眼中的米其林好像就是一个 marketing 的工具，他并不是很在乎。他更在乎也让他更舒适的是，在他土生土长的家乡运用本土食材做出自己创新的菜，希望有一天他能摆脱师匠的桎梏，成为真正的创新大师。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如果你还喜欢这期视频，或者想跟我一起制作探索更多美食，欢迎你关注订阅我的频道，这将对我是很大的鼓励。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Peace out。
哦，对了，别忘了还有彩蛋哦。哎，这次我们就不要想别的喽，目标只有一个，吃。好。好脆好香。你说这个劳动人民的结晶啊，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有这种流水线制作可丽饼的。再来一个土豆馅儿的。尝一个什么味道的？原味的吧。原味吧。